林初雪顿住脚步，转身微笑地看着奶奶道：谁说公司没钱了？昨天晚上陈塘让他同学给公司投资了一大笔钱，而且我们会去宏发物流那边要回2000万欠款，公司的资金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所以奶奶放心，爷爷留下的公司我一定会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噗嗤，奶奶和二叔、三叔、小姨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顿时感觉心脏被狠狠扎了一刀，公司居然被投资了，宏发物流也答应还钱，这 TM 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？关键是小姨和大舅等人还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啊，而且在财务科那边也有他们的人，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啊？刚才陈塘将他们所有的股份全部回购，小姨拿到了200-300万，心里还暗暗窃喜的，至少不用担心公司破产了。但现在手里拿着这些钱，感觉像是吃翔一样难受。300万卖掉股份，那完全是为了将军逼林初雪贱卖的，若是股份不卖的话，现在至少是翻倍，600万以上啊！奶奶一屁股坐在座位上，目光呆呆地看着林初雪和陈塘离开大厅门口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老头子，这也是你提前安排好的吗？哎，林家别墅门外赵成义的车辆里，林峰和赵成义两人气愤不停，砸着坐包。麻蛋太气人了，这个该死的陈塘居然想要从我手里抢走初雪，做梦！陈塘之前利用把柄威胁林峰，硬生生放弃了总裁的职位，心中也窝火得很。赵少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，这个陈塘就是一个窝囊废物，以为帮刘天雄找回了2份合同就无法无天了，必须要弄死他。赵成义眼神中闪过一抹狠戾，想到林初雪特殊的血脉，更是坚定了心中的决心。对，这个陈塘在皇家 KTV 上班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看老子我玩死你！说话的同时，赵成义拨通了一个电话：刀哥，有个事情要你处理一下，做干净点儿，事成之后200万。这边赵成义刚挂断电话，林峰便接到了父亲林中的电话：阿峰、陈塘和林初雪等会儿要去宏发物流去要账，你通知一下赵少，看怎么能阻止他们，不然公司就彻底落入到林初雪手里了。去宏发物流要账？开玩笑，宏发物流是我爸投资的公司，等着我一个电话，陈塘他们能从那边要到钱，我叫他亲爹。赵成义冷笑一声，再次拨通了一个电话。林初雪的车里，林初雪开车离开了林家别墅，不断悄悄转头看着副驾驶室上的陈塘。陈塘，谢谢你，千言万语最后只有这么3个字。陈塘微微一笑，温柔地看了林初雪一眼。初雪，你是我老婆，跟我需要说谢谢吗？再说就算要说谢谢，也应该是我跟你说谢谢啊，你小的时候可救了我一命呢。事情过去了20年，按照那个老道士的说法，当时和林初雪换血也只能压制体内的七情绝骨毒素20年，若是在陈塘25岁生日之前不能找到第2种七情绝骨宿主换血，等毒素再次爆发，陈塘怕是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所以陈塘打算跟林初雪坦白。林初雪一愣，脚下不自主地踩了一下刹车，将车停在了马路边上。我小的时候救了你一命，我怎么不记得？陈塘微微一笑，伸手将身上的 T 恤掀开，露出自己的胸膛。在陈塘的胸口上，一朵七彩莲花图案淡淡的烙印在陈塘的肌肤上，碗口大的莲花分成7朵花瓣，其中剩下的6瓣颜色都比较暗淡，而恰好其中的黄色花瓣颜色凸显了出来，整个图案看起来像是纹身。但林初雪看到陈塘身上的图案之后，顿时呆住了。你身上怎么有这个图案？说话的同时，林初雪将自己的短裙捞起来了几分，而就在林初雪侧面大腿上，恰好也有同样的一个莲花花瓣图案，同样也是黄色的。若是仔细观察，和陈塘的那个花瓣图案大小、颜色一模一样。对于林初雪身上的图案，陈塘倒是一点也不吃惊。将衣服放下去，陈塘一脸严肃的道：初雪，我
我胸口上的图案其实是身中七情绝骨的标志。我还没出生就被人陷害种下了七情绝骨。七情绝骨剧毒无比，按照正常情况我活不过5岁。不过恰好在我5岁的时候找到了同样有特殊体质的你，我们当时交换了一次血脉，所以我又多活了20年。陈塘的一番解释听起来有些玄乎，但林初雪毕竟也是云城不大不小的一个家族，所了解的比普通人又要多不少。林初雪知道在普通人之上有功夫超出人体极限的武道高手，同样在西南苗疆地区也真的有能控制毒蛊的蛊师。陈塘说的或许是真的。林初雪慢慢消化了这个消息之后，陡然想到一个问题，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体内也有一种蛊虫？陈塘点点头，对的，我体内总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，总共7种蛊虫，全部都是公蛊，而你体内恰好是7种的一种水灵蛊，但是是母蛊，所以你的血脉和我的血脉交换融合，恰好中和了其中毒素。林初雪似懂非懂。陈塘，那你体内剩下的6种蛊虫毒素怎么办？是不是找不到剩下的6种母蛊？不换血的话你就会有生命危险？不是生命危险，必死无疑。陈塘长叹一口气，所以我来云城，一方面是找你报恩，另外一方面便是寻找第2种母蛊的体质的宿主。时间不多了，只有不到1个月啦。当然陈塘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完成家族考核，逃避堂哥和家族仇人的追杀。当然这个问题暂时给林初雪解释，林初雪也不会相信。弄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之后，林初雪脸色也一片凝重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寻找的。那剩下6种母蛊体质的人有什么特征？身上都是有类似我这种的花瓣图案吗？陈塘点点头，是的，只能一步步慢慢来。为了陈塘的体质问题，爷爷可是动用了家族那么强大的力量调查，这么多年都只调查到了林初雪一个人，剩下的6种哪那么容易找到？先开车去公司吧，7大姑8大姨全部被开除了，公司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尽快去帮你把公司的欠款要回来。陈塘转头对林初雪温柔的道，这个林初雪虽然平时对自己不理不睬，但整体上还是不错的。陈塘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就算自己来不及找到第2种蛊虫，也要尽量将林初雪的公司辅助上正道再说。哦，林初雪一边启动车辆，一边有些迟疑的道，陈塘，去宏发屋留药钱，你真的行吗？陈塘邪魅一笑，行吗？请把摸字去掉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？林初雪脸色一阵羞红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辆商务车突然从后面斜着窜了出来，死死挡在林初雪车前，将林初雪的车拦住。商务车车门打开，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大汉冲到车窗边，面无表情地对陈塘道，陈先生，我们老板有请。林初雪都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陈塘皱了皱眉，也有些好奇，这是王珂和齐军的报复，还是林峰和赵成义的？来得这么快。虽然陈塘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但若是真的惹毛了陈塘区10来个普通保镖，陈塘也并不虚火。陈塘还在迟疑，手机突然叮咚一声响了起来。陈塘打开手机一看，是庞老发来的短信，少爷，是我，有急事要和少爷聊聊。陈塘之前吩咐过，暂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庞老用这种方式来和自己见面倒也不奇怪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这是要绑架吗？林初雪面色一沉，将车门锁住，伸手拿出手机，小心我报警。陈塘微微一笑，伸手拍了拍林初雪的手背道，老婆，不用紧张，是我认识的一个老朋友，我们有点事情要聊，你先回公司，我等会儿自己打车去公司。这，老公，真的没事？林初雪脑袋有些发懵，看着陈塘下车，一脸疑惑。陈塘将车门关上，探头从窗口在林初雪额头上亲吻了一口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走到商务车车门那边的时候，
陈塘还对林初雪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陈塘上车之后，几个保镖对林初雪点点头，也跟着上车。商务车呼啸离开，眨眼间便消失在街道尽头，留下林初雪在车里，心头一阵嘀咕：这个陈塘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这家伙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吗？怎么眨眼间似乎变得这么牛逼？和刘天雄相熟，现在还认识什么老板？难道说陈塘真的是豪门大少？商务车里见陈塘上车，庞老恭敬地对陈塘抱了抱拳：老奴拜见少爷。陈塘连忙挥了挥手：庞老，我们私下就不必这么客气，您这样突然和我见面有什么事儿？庞老脸色一片严肃，小心翼翼地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：少爷，这是大师傅托人带来的药丸，少爷体内的七情绝骨已经过去了20年，现在第2种母骨还没有头绪，大师傅说还有1个月，万一再找不到母骨宿主，这颗药丸可以暂时压制一下毒素。作为陈氏家族的核心弟子，陈塘从5岁开始，爷爷就暗中找了全球顶尖的13个高手，教导陈塘各种技能，功夫、医术、玄学、符篆，陈塘无一不是精通。就算隐忍在云城这10年，陈塘的所有的技能并没有放下，只是没表现出来罢了。这个大师傅便是集医学和功夫于一身的绝对高手。只是10年过去了，自从离开家族之后，陈塘再也没有见到大师傅，却没想到大师傅却还记得自己的身体状况。陈塘伸手接过庞老手里的药丸，点点头，大师傅倒是考虑的周到，暂时也只能这样了。对了，第2种母骨家族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庞老摇摇头，依旧没有头绪。家主安排我坐镇西南，其实就是暗暗调查第2种母骨，但都过去了10年，我所掌握的消息还是老样子，第2种母骨宿主肯定是在云城，但究竟是谁，却无从调查啊！而且根据我们多次试探，在暗中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我们去调查，就算我动用了陈氏家族所有的力量，都没查到究竟是谁在捣乱。陈氏家族作为地球最强家族，居然还有力量阻挡，看来对头不简单啊！陈塘长叹一口气，庞老辛苦了，这件事儿也急不来，既然家族禁令解除了，我自己也会全力调查的，毕竟这是关系到陈塘自己的身家性命，陈塘不得不谨慎重视啊。庞老点点头：少爷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少爷禁令解除，宇少爷和洪少爷都已经知晓，少爷的安全放心。庞老，当年他们没杀掉我，那么现在就更加不可能。再说西南地区不是还有庞老您坐镇吗？陈塘对此倒并不在乎，有庞老坐镇云城，堂哥陈洪怕是也不敢乱来吧。庞老，若是没其他的事，我就先走了，都已经快中午了，陈塘要赶紧帮林书雪将欠款要回来，下午4点陈塘还要去皇家 KTV 上班呢，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了，陈塘对那个地方也有了感情，比如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很照顾陈塘的云姐，还有牛哥。庞老连忙开口道：少爷别急，还有几个小事情要向您汇报。皇家 KTV 老奴已经命人帮您买下来了，不过我不好亲自出面，就让刘天雄陪您走一趟，可以吧？好。另外陈氏祖灵的钥匙，少爷你也要抓紧了啊。陈氏祖训说了，只有找到祖灵钥匙，进入租赁，拿到陈氏太祖当年留下的宝库，才能真的彻底掌控陈氏家族，带领陈氏家族崛起啊！关于陈氏祖灵的秘密，整个家族知道的人不多，第3代中也只有几个核心弟子知道。陈塘苦涩一笑：庞老祖灵钥匙我也想要啊，不过我现在主要任务是先找到第2种母骨的宿主吧，不然性命不保，死翘翘了，找到钥匙也没用啊。庞老无奈叹了一口气。前面开车的司机对庞老道：老板，您吩咐的地点到了。庞老点点头，带着陈塘从商务车上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递给陈塘：少爷，
您虽然说要低调，但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啊。这辆车就算是老奴的一个心意，少爷，先将就开吧。说话的同时，庞老对前面一辆黑色的迈巴赫按下了钥匙，车灯闪烁了2下，两侧的车门像翅膀一样打开，炫彩夺目。陈塘眉头跳动了一下，迈巴赫 X-Laro， 这车至少价值5000万啊！庞老，我真的不需要这么贵的车，要不您把这车卖了，直接给我5000万现金嘛，我对钱更感兴趣。庞老顿时满脸黑线，伸手扶了扶额头，少爷，为了5000万不至于吧？陈氏家族的资产说是富可敌国太抽象了，通俗点说，什么罗斯柴尔德、索罗斯，那些万亿家族都是陈氏的附庸啊。陈氏的嫡系少爷会在乎5000万？看着陈塘心疼的样子，庞老摸了摸鼻子，心中则是感叹，少爷真是穷怕了，5000万都这么抠。庞老的一句反问让陈塘不由哑然一笑，对啊，自己这10年倒的确是养成了请柬节约的习惯，在林氏家族里的地位也不咋地，对金钱的概念的确很强。陈塘上前2步，伸手摸了一下迈巴赫完美的流线。少爷这车外形是利用最新的复合材料制造，可以经受重量级卡车的撞击，安全绝对可靠，而且操控全智能，您可以绑定语音控制系统，完全语音控制，要不少爷您先试试？庞老看得出来，陈塘对这辆迈巴赫还是非常喜欢的，便试探着询问道。陈塘稍微思考了一下，想到自己下午还要去要欠款，晚上还要去上班，没有车的确不方便。行吧，这样庞老这车先叫我开2-3天，您还是给我准备一个普通的车吧，能开就行。车这东西就是代步而已，不需要那么高调。见陈塘暂时收下了迈巴赫，庞老忙不迭地点头道，好的少爷，那老奴先告辞了。话音落下，庞老忙不迭地催促司机启动商务车，一溜烟地跑了个没影儿，似乎生怕陈塘反悔。陈塘入赘林家这10年受的委屈，其他人不清楚，但庞老却是非常清楚的。林老爷子还在的时候稍微好点儿，林老爷子去世之后，整个林氏家族的人可谓是随便一个都可以踩在陈塘脑袋上。庞老离开之后，陈塘围着迈巴赫再次欣赏了一圈，刚坐进车里，突然接到了秦瑶的电话。陈塘皱了皱眉，秦瑶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干什么？犹豫了一下，陈塘还是接通了。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秦瑶作为陈塘在大学时候的初恋，心里其实一直有些恋恋不舍的，但关键是秦瑶昨天在酒店那边的表现让陈塘彻底伤心了。电话中秦瑶的声音格外温柔，陈塘怎么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？我怎么听说你好像中奖了，自己中奖了？陈涛一愣，这个话自己好像只对林峰说过吧，说自己中奖了100万，然后花了80万帮林初雪买礼物，是中奖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陈塘皱了皱眉，秦瑶这个女人和陈塘根本不是一路人，陈塘不想浪费时间。秦瑶在电话里一阵娇嗔，陈塘，你就这么绝情？大学的时候我们好了3年，那段感情你就这样忘了？哼，我当时离开你又不是我自愿的，我是被齐军那个混蛋逼的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陈塘淡淡摇摇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秦瑶还想骗自己，这是惦记上了自己中奖剩下的20万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联系吧。陈塘说罢便准备挂断电话。秦瑶在电话那边气呼呼的道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就不能给人家一个弥补的机会吗？明天晚上我们班长周子阳说要搞一个聚会，你也来吧，聚会完了我们开个房间好好聊聊。秦瑶最后一句话说得无比魅惑，其中的意思昭然若揭。大学的时候陈塘追了秦瑶3年，但却亲嘴都没有过，更别说睡一起。秦瑶还以为陈塘是当年那个纯情少年，没兴趣。陈塘没有多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当年上大学的时候
班上那些同学，虽然一个班30几个人，但大多都是勾心斗角之辈。特别是班长周子阳、陈塘还清楚地记得，大学有一次聚会，周子阳端着酒杯，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将红酒淋在陈塘的脑袋上，还有陈塘喊他爸爸。这样的同学聚会不去也罢。当年陈塘隐忍不发，是因为不知道家族禁令什么时候解除，不知道第二种母骨宿主是否能找到。但现在家族禁令解除，陈塘什么身份？和秦瑶挂断电话，陈塘的手机微信便叮咚响个不停。陈塘将微信打开，果然是大学班级群在不断弹出消息。一晃我们毕业3年了，明天龙兴酒店大家一起聚聚啊。首先发言的是班长桌子阳。对，听说我们的陈塘同学中奖了100万啊。陈塘请客，龙兴酒店是不是档次太低了？我们应该去5星级酒店搓一顿。赞同加1。100万啊，这可够我们奋斗10年了。群里一大片爱的陈塘的，大多都是平时和陈塘没多少交集的同学，都想着宰陈塘一次。对，这些同学陈塘根本没什么感觉。想了想，还是输入了一行信息，是中奖了，但帮奶奶买生日礼物花了80万，给老婆买了几件衣服，剩下不到10万了，没钱请客，你们自己聚会吧，我不就不来了。将这段信息发出去，陈塘关掉微信，启动迈巴赫，朝林氏集团公司赶去。而与此同时，在齐军家的卧室里，齐军搂着没穿衣服的秦瑶，看着班级群里陈塘发的微信，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。小瑶，看来峰哥没说谎啊，陈塘的确中奖了，可惜只剩下10万了，不过也不错，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行动。秦瑶在齐军怀里扭动了一下，娇嗔一声道：军哥，你就这么忍心啊，让我跟他睡，白白便宜他，这是给你戴帽子啊。齐军温柔在秦瑶的后背上摸了一下，我当然舍不得啊，不过你想啊，他中奖了还有10万，你让他睡一次，我们就把他10万坑过来，你一直想要的爱马仕岂不是就可以买了？提到爱马仕，秦瑶眼神中闪过一抹光彩。俊哥，你都坏死了，哎呀，明天你一定要快点上来哦，我才不想让那个屌丝碰我，恶心死了。好，20分钟后，陈塘将车停在林氏集团户外停车场，踏步朝林氏集团里面走去。宏发物流那边欠款2000万，应该是有欠条之类的东西，陈塘还是要先找林初雪拿到这些东西再说。可是陈塘刚刚走到公司大门口，2个保安便伸手拦住了陈塘。对不起，闲杂人等不能进入。陈塘一愣，看了其中一个保安一眼，这似乎是林氏集团的保安队长。陈塘认识，是小姨张兰的一个远房侄子，名叫杨廷芳，因为张兰的关系才在公司担任保安队长。杨队长，你不认识我？我来找我老婆。陈塘客气地对杨廷芳道，并不打算跟杨廷芳撕破脸皮，但没想到杨廷芳却一点不给陈塘面子，张嘴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。嘿，认识？当然认识，林家的那个窝囊废物，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你还好意思来找你老婆？来借你老婆滚蛋的吧，在门口等着。陈塘眉头一皱，这个杨廷芳怕是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家宴上发生的事情吧。现在整个公司虽然叫做林氏集团，但实际上林氏家族那些7大姑8大姨所有的股份几乎全部被林初雪和陈塘收购了，整个公司现在就完全属于林初雪和陈塘掌控。至于小姨张兰，在公司自然也没有任何权利，还以为可以狗仗人势啊。滚！陈塘眼色一沉，这个杨廷芳不让自己进就算了，还开口骂人，真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好欺负的上门女婿？杨廷芳冷哼一声道，怎么，一个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废物还嘚瑟个鸡毛？赶紧给我滚远点，否则老子打死你信不信？说话的同时，杨廷芳挥动手里的棍子，便准备朝陈塘胸口砸来。陈塘眼神中闪过一抹狠厉，身体瞬间在原地晃动了一下，出手如电，一个鞭腿横扫在杨廷芳胸口。
将杨廷芳直接轰击的飞出去好几米远，重重撞在墙壁上。杨廷芳疼得都差点背过去了。我靠，你踢妈的居然还敢打我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往死里揍！门口此时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保安，看到杨廷芳被陈塘一脚踹飞，眼神中也浮现一抹震惊。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陈塘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战力。听到杨廷芳的话，几个保安并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有些迟疑的道：队长真打啊？陈先生可是林总的老公啊，这样打怕是不合适啊。杨廷芳伸手摸了一把嘴角的血迹，冷哼一声道：林总？林总个狗屁！昨天我婶子就说了，今天公司都要变天，林初雪没机会蹦跶了。刚才婶子和二伯他们都已经进去了，等会儿林初雪那小娘们儿就等着被赶出来吧。张兰和大舅张宇等人已经来公司了。陈塘眨眼间便明白了，他们这么迅速地赶来公司，应该是要处理某些不可见人的尾巴，想趁机捞最后一笔吗？不过林初雪既然先一步来到公司了，自然有相应的对策，陈塘倒没什么担心的。对自己老婆的能力，陈塘还是非常自信。几个保安相互看了一眼，杨队长的婶子打算夺权，公司要变天，但他们还是不敢轻易动手。众人还在迟疑，一楼大厅的电梯门打开，林初雪的几个保镖推搡着张兰和张宇等人快步朝门外走来。林初雪，你太绝情了，你不能就这样赶我们走。张兰被保镖推搡着，嘴里还在朝后面叫唤着。张宇一声不吭，手里还抱着一个文件箱，里面收拾的正是一些办公用品，看样子是被清理了。而在保镖背后，林初雪面无表情地看着张兰和张宇，淡淡的道：小姨大舅，现在公司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胡闹。看到张兰出来，没搞清楚状况的杨廷芳连忙一把鼻涕一把泪上前对张兰告状道：婶子，您终于出来了，快让林初雪这个小娘们赶出去，陈塘那傻逼刚才打我，婶子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林初雪看到陈塘被几个保安围着，连忙上前2步，关切地拉着陈塘的手臂道：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不待陈塘回应，林初雪冷声呵斥着周围几个保安道：混账东西，你们连我老公都敢打，不想干了！杨廷芳仗着有张兰出来撑腰，似乎腰板都直了，一脸得意的道：别怕她，林初雪这小娘们儿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是吧婶子？都给我上，连林初雪一起揍！杨廷芳自顾自地说话，却根本没看到张兰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。不等杨廷话说完，张兰反手一巴掌狠狠抽在杨廷芳脸上，给我闭嘴！蠢货，滚！张兰这一巴掌扇得无比用力，杨廷芳虽然是个大男人，却也被扇得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。杨廷芳直接被一巴掌打懵了。婶子，您这……林初雪不是被赶出公司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打我？张兰今天本来气都不顺，还有这样的蠢货侄子，都快气得抓狂，一把从大舅手里抢过文件箱，狠狠朝杨廷芳胸前砸过去。你眼瞎呀？没看到是老娘被赶出来了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滚！杨廷芳慌忙避开，看着摔落一地的办公用品，满脸不可思议。所以婶子和二伯等人夺权失败了，现在滚蛋的不是林初雪，而是婶子和二伯。完蛋了，林总陈上，我错了。杨廷芳顿时脸色一变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眼神沮丧地朝林初雪和陈塘道歉。杨廷芳学历不高，能当这个保安队长，1个月将近1万块的工资，工作又轻松，杨廷芳舍不得这份工作啊。林初雪冷哼一声，不用多说了，去财务科顶工资，卷铺盖滚蛋。家族公司里的这种裙带关系，林初雪早就看不惯了。既然张兰都被赶出了公司，杨廷芳自然不可能留下，更何况杨廷芳还想揍陈塘。杨廷芳还想多说，张兰伸手拽着杨廷芳的衣领，
直接将杨廷芳扯起来，蠢货能有点骨气吗？跟我走。张兰和张宇拽着杨廷芳快步朝公司大门外走去。林初雪招呼了陈塘一声，进入电梯朝18楼总裁办公室里走去。啪！5分钟后，18楼总裁办公室里，林初雪将一沓欠条拍在桌子上。老公，这些就是宏发物流公司的欠条，加起来2100多万。老公若是能要回来自然好，若是实在要不回来也就算了，安全第一啊。因为之前林初雪和陈塘在车里谈心，聊起了小的时候换血的事情。林初雪对陈塘现在更加亲近了一步。林初雪看着陈塘，温柔地伸手帮陈塘整理衣领，两人面对面，身体紧贴在一起，呼吸相闻。房间里的气温似乎开始升温，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旖旎的味道。此时一切无声胜有声，两个在一起生活了10年的男女，之前的陌一层隔阂似乎在这一瞬间破除。林初雪双手顺势勾住陈塘的脖子，红唇慢慢朝陈塘靠近。你坏死了！林初雪娇羞的伸手在陈塘胸口捶打了一下。陈塘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林初雪自然明白。两人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林初雪重新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严肃地将房门打开，对门外的唐倩道：唐姐，进来吧。唐倩尴尬地进入房间，有些的不好意思地看了陈塘一眼。林初雪走到办公桌后面，将那一堆欠条用文件袋装好，递给唐倩道：唐姐，陈塘打算去宏发物流要那2000万的欠款，你就陪他走一趟吧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唐倩将文件袋拿在手里，有些狐疑地看了陈塘一眼。陈先生，您这个陈塘这究竟是有多想不开呀？居然想着去宏发物流要钱。要知道宏发物流欠款好几年了，公司用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保安队都出动了，但宏发物流背后有一些很硬的社会关系，林氏集团这边的人硬生生被打回来了好几次。陈塘对林初雪点点头，招呼了唐倩一声：唐姐，走吧。离开总裁办公室，唐倩主动说要开她的车去，陈塘也没有拒绝，毕竟若是陈塘开一辆价值5000万的迈巴赫去要账，似乎有点太高调了。陈塘和唐倩开车离开林氏集团的时候，在公司大门之外，一辆面包车里，几个黑衣人拿着望远镜盯着陈塘和唐倩离开的方向。查尔麦中汇报道，赵少陈塘从公司离开了，带着林初雪的秘书似乎真的打算去要钱啊。我知道了，哼，只要他敢去，今天就让他有来无回。电话中正是赵成义上午在林家别墅被陈塘硬生生打脸，这一刻窝囊气，赵成义正发愁没机会报，陈塘居然主动送上门。半个小时后，唐倩开车带着林初雪已经距离宏发物流大门不到1000米。唐倩一边开车还在一边劝着陈塘姑呀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知道你为林总考虑，可是我们2个人去宏发物流要钱，能要道歉的可能性为0啊。陈塘歪着脑袋看了唐倩一眼，唐姐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两人说话的同时，宏发物流公司大门已经清晰可见。不过宏发物流平时只有2-3个保安的大门口，此时却聚集了至少70-80个全副武装的壮汉，手里纷纷拿着家伙。看到这场景，唐倩一个急刹车，直接将车停在了路边。姑爷，你看，宏发物流肯定知道了我们要来要钱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，找了那么多混混，他们打架可都不要命啊，我们赶紧掉头回去吧。唐倩之所以这么怕也是有原因的，上一次唐倩和林初雪一起来要账，可是差点被宏发物流的几个保安轻薄，所以看到宏发物流这个样子就格外忌惮。宏发物流会早做准备，这一点陈塘早就有预料，一点也不吃惊。唐姐，怕什么？油门踩到底，撞上去。陈塘淡淡的对唐倩道。唐倩一愣啊，
什么？撞上去？前面可是那么多人啊！两人此时距离公司大门不到200米，那群壮汉中已经有4、5个拿着钢管朝唐倩的车前走来。陈塘无奈摇摇头，对着唐倩道：唐姐，我们换个位置吧。说话的同时，陈塘伸手一把搂住唐倩的小蛮腰。唐倩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自己便已经和陈塘交换了位置。陈塘一屁股坐在了驾驶员的位置，松手刹挂一档，踩油门，所有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唐姐一定要抓稳了！嗡嗡嗡。下一刻，车辆发出一阵咆哮，不要命的疯狂加速朝宏发物流大门撞去。在车辆前面，4、5个壮汉手里挥舞着钢管，张开手臂打算挡住车辆前进的方向停车。叫你停车，傻逼，你没听见吗？唐倩坐在陈塘身边，看到陈塘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，吓得花容失色，双手紧紧抓住旁边的把手。陈先生，减速啊，前面快要撞上去了。陈塘嘴角一翘，根本没有理会，油门继续疯狂踩到底，丝毫没有犹豫，狠狠朝前面4、5个壮汉撞击而去。看到陈塘似乎真的不要命，挡在前面的那几个壮汉终于怂包了。靠，疯子啊！几个大汉慌忙朝地上一阵翻滚，勉强躲开陈塘疯狂冲击的车辆。轰隆隆一阵巨响，陈塘的车辆硬生生将宏发物流的玻璃大门撞得粉碎。陈塘开着唐倩的奥迪，像是公牛闯进瓷器店里一样，轰隆隆直接冲进了公司大厅。因为惯性的冲击力，车辆冲进公司大厅里之后，还将公司大厅里的桌子撞碎了，好几张才勉强在大厅中间停下。陡然闯进大厅的车辆让在场所有人全都惊呆了，一时间现场居然一片鸦雀无声。